贴封条，10点到了，赶紧把这破仓库给我封了。徐总，这么急着来我家倒垃圾啊？林霄，别装了，3000万贷款你还不上，这块地已经是我的了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欠的钱小爷我早就还清了。3000万本息，9点45分已经一次性结清了，还有5200万打款。不可能！你昨天明明已经破产了，你哪来的钱还款？哼，你差点就赢了，只可惜啊，我有外挂。签字吧，林总，别硬撑了。徐总真是好手段，为了吞并我这块小小的郊区仓储物流地皮，先是高价买断了我的上游供应链，接着又联合银行抽贷，这是正当商业竞争，还是明抢？商场如战场，林霄，我用的是合法合规的资本杠杆，怪只怪你自己没背景，底子薄。你仓库里现在全堆着卖不出去的日用品和临期药品，明天上午10点，如果你还不上银行的2000万贷款，这里就会被强制查封。签了这份协议，拿200万走人，至少你不用背上老戴的骂名。我林霄就算去路边捡废品，也绝不把我爸留下的基业贱卖给你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。现在带着你的废纸滚出我的办公室！哼，冥顽不灵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会带着法院的查封令来接收你的地盘，到时候你1毛钱别想拿到。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我不甘心啊！天下不能再进了，商营里全是温气啊！让开！里面躺着的是替大渊、替本王挡刀子的兄弟，他们没死在蛮族手里，本王怎能连看都不去看一眼？军医，李太医呢？殿下，老臣万死啊！将士们染上的不是普通的风寒，而是极恶的伤寒之症。全城药材已经耗尽，可这病发作极快，高热不退，水米不进。昨夜已经去了200个弟兄了。我问你还有没有救？无药可医，高热若再退不下去，今晚商营里这3000将士，恐怕全得死绝。本王领兵驻守镇北关，抵御蛮族。如今敌未退，将士们却先倒下。若镇北关失守，我该如何面对父皇？又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？苍天，你若真要灭我大渊，冲我赵臣一人来便是。我镇北城将士何故？我满城3万老弱妇孺何故？若有神明听得见赵臣泣血之求，哪怕要我赵臣永坠阿鼻地狱，受万箭穿心之苦，我也愿意。只求您能大发慈悲，赐下仙药，救我满城兄弟一命吧！检测到极度强烈的时空锚点变动，超时空存储系统已绑定。检测到极低度强烈的时空锚点变动。什么情况？超时空仓储系统已绑定。谁在说话？求神明大发慈悲，赐下仙药，救我满城兄弟一命吧！谁在电梯井里？大半夜的剧组拍戏吗？谁？是谁在说话？莫非是城隍爷显灵了？什么城隍爷显灵？我是林渊仓储中心的老板，您哪位啊？怎么跑到我电梯井里去了？凡将赵臣，乃大渊镇北军主帅，将士们染上恶疾，高热不退，水米不进，城外还有数万蛮族随时攻城，求上仙大发慈悲，救我3000将士性命！凡将愿献上一切祭品。大渊，镇北军，高热不退，水米不进。
我操，真他妈连通古代了！你别磕头了，你刚才说你的将士们症状是高烧不退，脱水严重，对吧？是，浑身滚烫如火烧，连喝水都会吐出来。高烧不退，严重脱水，这是典型的急性病毒感染。对了，布洛芬。在那个没有抗生素和退烧药的古代，这就是能把人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九转还魂丹。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与其留着浪费，不如送给有需要的人。赵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人死不了，今天就降下神药，把阎王爷的桌子给掀了，让你那边周围的人全撤开，准备接货。来人，把亲卫营全叫过来，死守后院，谁敢靠近半步，杀无赦！给我下！这是神迹啊！上仙赐药了，上仙真的赐药了，神仙显灵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我送过去的箱子都看到了吧？撕开那个银色的仙帛，里面有一粒纯白色的药丸，让高热的将士吞下一粒，再配半瓶那个水晶瓶里的水喝下去。快去！遵旨。张三，咽下去！上仙赐药了，给我撑住！退热了，殿下，退热了！殿下，属下感觉肚子里有团热气在化开，身子不疼了。这就好了。快去把药给所有伤员服下！仙丹，真的是活死人肉白骨的纯白仙丹。还有这神水，竟比蜜糖还要甘甜，喝一口五脏六腑都舒坦了。上仙灵药果然有效，上仙救命之恩，赵晨与镇北军万死难报。赵晨身处绝地，无以为报。这是大阴司楠木仙地香玉匣，内有皇家极品玉玺残剑与太祖手书，乃我大渊国宝。今日献于上仙，聊表寸心。这是检测到高价值异界奇珍大渊开国御赐金丝楠木香玉匣，系统预估现实世界价值不可估量，保底5000万人民币以上。5000万！哈哈哈，我的仓库有救了！哈哈。徐峰，你想用2000万逼死我？明天上午10点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预约制。您如果是想鉴定普通老物件，请去外面的古玩街。这是金丝楠木的，这成色99成稀罕物啊！这人什么来头，能拿出这等宝贝？穿的还这么深藏不露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哎呦，先生，您里面请，我马上请我们首席鉴定师和刚好在场的国博馆陈老下来。好，带路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这木材的淡化程度起码在1000年以上，可保存的如同昨日刚做出来的一样。还有这玉玺残迹的雕工，失传的游丝毛雕工艺，里面的太祖手书，更是一段完全填补了下空历史空白的珍贵史料。小兄弟，这东西来路正不正？祖传的，清清白白。陈老，我急需现金救命，这东西能变现吗？
林先生，这件东西如果上秋季大拍，起码能拍出1个亿，但您急需现款，我们可以动用顶级 VIP 的内部急速买断资金，但价格肯定要打折扣。给个痛快价，如果你愿意将这份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太祖手书捐赠给国家博物馆，我陈某人作保。这木匣和玉器，拍卖行6500万，立刻全款买断。好，手书捐给国家，算我林霄为国家历史做贡献。林先生深明大义。不过林先生，按照国家税法规定，文物交易我们需要代扣卖缴20%的个人所得税。必须交，该交的税，咱1分钱都不少交。10点了，林霄那个废物。徐总，林霄的账户1分钱都没有进账，按照程序，我现在就要贴封条，冻结这座仓储中心了。贴，立刻贴，把他所有的货全当垃圾清出去，跟我斗！我要让他今天就流落街头！徐总，这么急着来我家倒垃圾啊？林霄，少在这儿装腔作势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还不上银行的3000万。现在这座仓库连同你脚下的地皮都是我远大集团的了，法务让他签字滚蛋。林先生，对不起，您的贷款已经逾期。谁说我逾期了？这是今早9点45分的跨期还款协议，3000万本息一次性结清。10百千万10万百万千5000万，合法的税收入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干净的钱？你明明已经破产了，这是伪造的！伪造？徐峰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我不仅还清了贷款，我现在的现金流比你整个远大集团的账面资金还要多。你昨天说让我拿200万滚蛋，今天老子告诉你，这块地我不卖，你的那个破收购合同变成废纸了，带着你的狗腿子从我的地盘上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！徐总，既然林先生已经结清贷款，这里就是他的私人顶地了，请您离开吧。可恶，林霄，你给我等着！痛快，这才叫爽！警告：超时空锚点极度不稳定，大渊朝镇培城衍生危机爆发，宿主信徒面临全军覆没危险。老赵，怎么回事？弟兄们的烧没退吗？上仙，赵臣无能，护不住这满城百姓啊！烧退了，上仙赐下的仙丹有起死回生之效，将士们全活过来了。但是敌人截断了地下河，向水里投毒。操！上仙，探子来报，今夜是罕见的天狗10月吉夜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上仙，赵臣这就率领最后的3000死士，跳城与贼军肉搏，同归于尽。老赵，你给我站住！同归于尽，在小爷的字典里就没有这4个字。老赵，让你的人别去送死。水，老子给你们管够；光，我亲自给你们点亮。今天晚上，我要让你们镇北军看看什么叫工业时代的奇迹。
将士们，刚才上仙已经指引我这场仗胜利的方向，现在全军听令，死守城头，等待上仙赐下天火神光，战至最后。死守城头，战至最后。赵晨，这是我特意搞来的净水丹，将一枚丹药投入一桶毒水中，静置片刻，便可化腐朽为神奇。感谢上仙，我们有救了。殿下，您快看！殿下不可，当心有毒！好水，好甜的仙泉，有救了！全军都有，按桶投药，让弟兄们喝饱仙泉！万岁！上仙万岁！别急着高兴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打开那个最大的盒子，里面有能发光的武器和夜视仪。你们不是说今天会有天狗食月，看不清敌军吗？带上它，我保证你连一只蚂蚁都不会错过。大王，天全黑了，一丝光都没有了。那镇北城现在就是个瞎子窝。好，没有柴火照明，他们连城墙下面有几个人都看不清。传我军令，全军退去重甲，口衔马果蹄，顺着东侧的悬崖摸上去。今夜我要拿赵晨的头骨当酒碗。破城之后，屠城3日，鸡犬不留。这就是仙家法宝的威力吗？殿下，蛮子摸上来了，要不要放箭？放箭？太便宜他们了。上仙说了，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传令下去，弓弩手准备，听我号令，一起催动天火神光。死吧，大渊的弱狗们！开天火，爆杀！我的眼睛，我瞎了！天雷，是天火，天神发怒了！那是什么怪物？大渊人怎么能操控太阳？放箭！撤！快撤！他们有神明护体，不可敌！不可敌呀！我们赢了，蛮子退了。天佑大渊，上仙无敌。殿下，灵山王啊！我们不仅守住了城，连一个兄弟都没伤着，这就是天威啊！上仙，贼军已退，镇北城3万之民活下来了。赢了就好，赢了就好啊！老赵，干得漂亮！上仙，城下蛮丢弃了上万匹完好的高头大马，还有无数弯刀与金银皮草。赵晨这就命人将最好的战马和2箱蛮族可汗的金砖献祭给上仙。停，老赵，马你自己留着武装骑兵。现代社会，我不方便养几千匹马，你要送，就把那2箱金砖和几锦东针送过来就行了。是，上仙，我这就送过来。这一份王帐底蕴放在现代，价值甚至远超之前的金丝楠木匣。这足够让我彻底完成阶层的跨越，建立起一个无可撼动的商业帝国了。上仙，贼军虽退，但麻烦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怎么了？还有敌军？不是敌军。城外暗哨来报，京城方向竟然来了一队数千人的御林军，打着钦差大臣的仪仗，正以最快的速度逼近镇北城。大旱3年，蛮族围城半月，朝廷连一粒粮食、一个救兵都没派过。如今危机刚解，他们就来了。带队的是父皇身边最宠信的宦官刘秉秉。
他此行绝非慰问将士这么简单，恐怕是来摘桃子、夺兵权的。卸磨杀驴，抢夺胜利果实。果然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老赵，你在前面拿命拼的时候，他们在京城享福，现在打赢了，他跑来抢功劳。上仙，他是代天巡后的钦差，手持圣旨，若赵臣抗命，便是谋反大罪。不但我项上人头难保，城中将士也会被牵连，诛九族啊！放屁！赵晨，你记住，这镇山城的城墙是你带着弟兄们用血肉守下来的，这城里百姓的命是老子拼了命救回来的，跟那个远在天元的皇帝没有1毛钱关系。那个太监要是敢进城狐假虎威，敢碰老子给你们的神器一下，你就给老子拔剑！老子在现代能把抢我东西的资本家踩在脚下，你在古代就能把骑在你头上的皇权给老子掀翻。只要你敢反，我就送你们全套现代的钢铁水泥，给你们修一座连火炮都轰不开的钢铁要塞。哎呦喂，这大汉3年的镇北城怎么没见饿殍遍野，反而一个个精神抖擞的？赵殿下，看来您在这苦寒之地日子过得比陛下在京城还要滋润呢。钦差大人言重了，全赖将士死战以及天佑大渊，才保住了这座城池。放肆！大旱之年，连皇宫御井的水都浑浊不堪，你们这些丘兵喝的水哪儿来的？还有那个黑乎乎的铁棒锤，昨夜蛮族大军据说被天火刺瞎了眼，用的就是这等妖物吧？刘公公，这不是妖物，这是神明怜悯我镇北城军民降下的仙水与退敌的神器。哼，神明，简直荒谬！陛下早有耳闻镇北城内生出异象。七皇子赵晨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妻子赵晨宿边无方，惊扰上天，致使妖邪作祟。特命钦差刘福彻查此事，收缴镇北城内一切不明妖物，押放入京，就地剥夺兵权，交出虎符，回京面壁思过。钦此。赵殿下还不快快谢恩？来人呐，把那些妖水妖棒，还有这城里所有的存粮全部查封，随拿家带回京城。你敢！我们昨夜在城头拿命跟麻子拼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打赢了，跑来抢神明赐给我们的救命粮，我看谁敢动一下试试！反了，反了！赵晨，你想造反吗？你敢抗旨？那是诛灭九族的谋反大罪！老子在现代能把抢我东西的资本家踩在脚下，你在古代就能把骑在你头上的皇权给老子掀翻！这城里百姓的命是我降下神迹救回来的，跟那个远在天元的皇帝没有1毛钱关系。是啊，什么是忠诚？若拥有权力，便只知道压榨百姓、残害忠良，那便掀翻了他又如何？圣旨被斩了！回去告诉京城里那个昏约的老头子，我赵晨的剑只斩杀敌，只护苍生。从今日起，这镇北城不再是大渊的疆土，而是神明在人间的道场。敢动上仙赐下的一草一木，我让你们这群阉党今天全部人头落地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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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英明，去他的朝廷！我们以后只敬上仙，只认殿下。只敬上仙，只认殿下。林先生，我们已经对这些金砖进行了光谱测试，纯度极高。您提供的海外沉船打捞合法证明也没有问题。至于这批东珠，我们联系了华盛拍卖行的陈老，他们愿意作为联合收购方介入。老规矩，该交的税1分不准，我要绝对合法干净的现金。赵晨既然已经彻底与朝廷决裂，来自皇权的怒火和报复迟早会卷土重来。仅凭肉体凡牌和破败土城墙，挡不住大规模的攻城战。
我必须要为他们提前做好准备。喂，李老板吗？听说你的建材厂经营不善，想转让，连同你们库房里所有的水泥和高强度螺纹钢，我全包了。对，全款收购，我马上过来签合同。老赵，既然撕破了脸，那咱们就关起门来搞大基建，把城庙前面的空地给我腾出来，送你们一套神仙泥巴和钢铁筋骨，咱们把城墙缺口给我补成铜墙铁壁。上仙，这是何物？这些灰色的粉门子，风一吹就散了，能修城墙？按我教你们的步骤做，把那些带纹路的钢筋给我像编竹筐一样，在城墙的缺口处扎出框架，然后启动那个叫搅拌机的法宝，把灰面子、沙子和水混合在一起倒进去。这泥巴墙看起来软趴趴的，那些蛮族狗贼一脚就能踹个窟窿吧？李虎，拔出你的刀，用你最大的力气去砍那面墙。啊，上仙，这要是砍塌了，咱们今晚还得重新糊啊！哼，让你砍你就砍！好嘞，看我一刀劈开他！这不是泥巴，这是百炼精铁，比石头还要硬100倍的钢铁神泥，点石成金，化泥为铁，这才是真正的仙法呀！有了此等神物，别说是御林军，就算是天下诸侯联军来犯，也休想轰开我镇北城半块城砖！全军听令，从今日起，发动全城百姓拌神泥、扎铁骨，我们要把镇北城翻教成天下第一要塞！防御问题解决了，但马上就要入冬了。几十万人的吃穿取暖，才是最大的考验。老赵，接下来的重头戏，现代农艺大放异彩的时刻到了。各位董事，再给我3天时间！林园仓储中心没拿下只是个意外，我已经联络了海外游资，只要资金一到账，我们之前错控的那个项目就能……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！徐总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徐嫌疑人了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我名下的林渊跨界投资集团已经全资收购了远大集团51%的流通散股，并正式接手了你们破裂的资金链债权。现在，我是远大集团的最大控股人，也就是你们的新任董事长。现在我要宣布我上任后要处理的第一件事：前任总裁徐峰在职期间涉嫌职务侵占、财务造假、恶意操纵市场等行为，启动内部最高级别审计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哪来那么多钱收购远大？你一个濒临破产的仓库老板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这么多钱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盖着圣物局的印章。商战也是有底线的，你当初想用下作手段想逼死我，我今天就用最合法、最阳光的规则，让你牢底坐穿。徐峰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并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你涉嫌多起重大经济犯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不能这么做！我可是远大的董事长，你们不能抓我，不能！
各位，远大集团过去的烂账一笔勾销，从今天起全面重组。我要把它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现代农研与重工物流枢纽，因为我背后有一个你们无法想象的超级客合户。殿下，柴火快耗尽了，今年的白露比往时冷得太邪乎了。大旱之后必有大寒，城外的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，咱们抢收回来的种子根本种不下去。要是冬天熬上4、5个月，就算蛮子不来打咱们这3万军民也要被这贼老天活活冻死、饿死啊！上仙，赵臣叩首！上仙，赵臣叩首！老赵，怎么了？朝廷的大军打过来了。未曾有敌军，但天降大寒，土地封冻，我等身披铁甲，冷如冰窟，且存粮不足以倒过漫长寒冬。若是无御寒之物与抗寒之粮，3万百姓危矣，求上仙垂怜。老赵，别慌，我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御寒抗恶的终极神器。让你的人把城隍庙的院子腾空。今天我给你们送点来自工业时代的温度和魔法。上仙，这是何物？绿色的叫军大衣，里面填充的是现代工业化纤保暖棉，避风挡雪，水火不侵。发下去，全军立刻穿上！兄弟们，快去穿上！热，好热啊！殿下，这仙衣里头像是藏着个小火炉啊！这比穿了10层狐裘还要暖和，哪怕在雪地里睡一宿，也绝对冻不死。仙衣真的是抗寒仙衣啊！多谢上仙赐仙衣。别急着谢，穿暖了，接下来解决你们吃饭的问题。看到那些透明的薄膜和那些黄色的土块了吗？老头，教你个法子，把那些透明的塑料膜用竹竿撑起来，盖在空地上。这玩意儿叫温室大棚，能把太阳的热量死死锁在里面。外头下着大雪，大棚里面温暖如春。将那黄色的鲜粮切成块，埋在化冻的土里。这东西耐寒抗燥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你们那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里，它的亩产保底能达到5000斤以上。大渊朝最肥沃的江南水田，一年亩产不过300斤。上仙，莫不是在寻属下开？天下真有此等神物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这叫高产杂交水稻和脱毒马铃薯的降维打击。有了这玩意儿，你们镇北城以后就彻底告别饥荒了。吃不完的土豆还能拿来酿酒做淀粉。我以后慢慢教你们怎么搞古代轻工业呀！神明，大渊朝百姓饿了几百年啊，今日终于有活路了。大渊已死，土城当立。传我将令，今日起，镇北军卸甲归田，修仙墙，建大棚，种鲜粮。待到来年春暖花开，我们要让这天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府神国。谁敢来犯，必叫他灰飞烟灭！万岁！天下万岁！上仙，如今皇帝昏庸无道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各地民众接连造反，朝廷自身难保，早就默认我们镇北城的存在了。上仙，你说的第1季生存防御战，我们已经完美收官了。老赵，好好种地，好好招兵买马，等今年秋收过了，我送几台柴油拖拉机、农业轰炸无人机和工业弹床过去。基建的狂潮才刚刚开始，我们要惊艳整个古代世界！挖，快挖！
小心点儿，别把鲜粮跑坏了。殿下，过秤了，这1亩地整整产了5300斤啊！满城粮仓全堆满了，连地窖里都塞满了土豆，这不仅够咱们3万人吃上3年，就算是拿去喂马，都是绰绰有余啊！太好了，上仙，秋收大捷，镇北城彻底无激将之忧了。干得好，老赵。但吃饱饭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大基建时代。上仙，有件事我要跟你汇报一下，鲜粮丰收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周边数个州府的大旱灾民，甚至连一些活不下去的流寇，全都疯了一样朝镇北城涌来。短短半个月，城外已经聚集了10万流民。10万人？正是。赵臣不忍看同胞饿死，开仓放粮，可是人太多了，城内根本住不下，流民随地便溺，加上秋风萧瑟，已经开始有痢疾和风寒蔓延的苗苗了。慌什么？只要不是来打仗，来多少人，老子就收多少人。我之前还发愁你们3万人效率太慢，这不正好，人口才是基建最大的红利。喂，张总吗？你们厂里那批用于灾区援建的最高规格模块化彩钢板房，我全要了。对，1万套。另外，给我联系本市最大的水管管材供应商，我要买50公里的高强度 PVC 排输管和给水管，附带10台大型柴油抽水泵，钱不是问题，全款秒结。我的老天爷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墨家机关神兽？这叫柴油拖拉机，是用来开荒和推土的铁牛。老赵，让流民里的青壮年全部动起来，以工代赈。头脑机灵的，我通过说明书教你们开铁牛；力气大的去拼装板房。10万人，3天之内，我要在城外拔地而起一座外城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朝廷下达了天下追杀令，严禁任何商队靠近镇北城，而且朝廷彻底断了我们的盐铁供应。好狠的手段！铁器断了，我们的农具和兵器就无法修补；盐巴断了，10万军民不出半月就会浑身浮肿，不战自溃。上仙，若是寻常粮草，赵臣尚可有自给自足，但在这极北之地，既无铁矿，也无盐眼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老赵，皇帝是不是以为不给你们发盐铁，你们就只能等死了？那是他没见识过现代工业的造血能力。没盐是吧？我给你们降下海盐。送2000吨加碘食用精盐到临渊仓储中心。老赵，城北30里，带人去挖，那里的红石头全是高品级铁矿石。可是上仙，即便挖出铁矿石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高温火炉和铁匠去冶炼啊。谁说我要你们用铁锤慢慢敲了？
按照图纸垒高炉，我教你们怎么炼钢。快，按上仙说的，命亲卫营半个时辰内弄好。殿下，咱们现在一天的兵器产量，比大元朝公布1年的产量还要多10倍啊！不光产量，这名为钢材锻造出来的武器，简直可以媲美龙泉大师的杰作。而这种工艺，却连普通铁匠也可量产。上仙之神力，果然非我等凡人所能及呀！赵晨，你私自招兵买马，收留流寇，意图谋反。今日，孤便替天行道，用这红衣大炮轰碎你那泥巴糊的破城墙。上仙，敌军势大，且有火炮，我们是否要死守？死守？10万人堵在门口，太脏了，影响咱们外城的生态环境。老赵，我之前给你送去的那10台农业无人机，研究明白了吗？回上仙，已经研究明白了，那东西简直是飞天神鸟，只要拨动那个叫遥控器的法宝，就能在天上飞来飞去。好，红衣大炮的射程最多1000米，而且装填全靠黑火药和引线。把无人机的水箱里给我灌满高压水枪打碎的泥浆和冰水，起飞，给他们洗个冷水澡。另外，把那几台挂着推土铲的重型履带拖拉机开出来。既然他们大老远跑来送死，哈哈哈哈！老子就教教他们什么叫重型装甲的钢体洪流。司法旨。那是何方妖物？项羽！炮哑火了！妖符，这是妖符啊！放箭！快放箭！给老子推！这怪物推不动啊，它力大无穷！快跑啊！这根本不是凡人的兵器，这是天庭的神兽！别跑！谁敢退后，杀无赦！太子殿下，时代变了。大渊的弟兄们，朝廷把你们当炮灰，连饭都不给你们吃饱，放下武器，归降镇北城。这里没有饥荒，没有贪官，只有住不完的暖房和吃不完的鲜粮。我投降，求殿下赏口汤喝吧，我都3天没吃东西了。上仙，我代表我北华国200万子民，叩谢上仙再造之恩。我们的第1条轻型蒸汽铁路明日就要通车了，
老赵，干得漂亮，不过别骄傲，蒸汽时代只是个开始。准备接货吧。今天我送你们几台初级内燃机和电力发电机图纸，咱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